来最近爆火的贵阳旅游，不吃酸的辣的人也有救了。看这个盘锦面，我天呐，感觉巨大，真的太香了！我要跟鹅肉饭世界第一好。Hello， 大家好，我是猪猪。上次带大家吃了牛肉粉，这次呢带大家来吃一个鹅肉饭。一般跟鹅肉粉就是在同一家，有饭有粉，你想吃什么都可以。这个和那个牛肉粉都是贵阳、贵州这边比较清淡的饮食。来旅游的话，不想吃辣的，不想吃酸的，也可以吃到的一种美食。那我们去看看吧 ，Let's go。这个清汤特别的香，就像鸡汤一样，特别的鲜。我一般就是如果想吃汤泡饭，就把饭泡在这里面；如果想当一个菜吃的话，就直接吃米饭，然后就着这个里面的菜。还有鹅血、鹅肉，这鹅肉都是挺大片的那种，有蛋丝，下面是白菜。一般我都会加一份鹅肝或者加一份鹅肉，但是今天的鹅肝没有，加了一份鹅腿。太香了，这鹅血特别嫩的，鹅肉都是这种很大片的，皮也不是很肥，还挺香的。我经常点这家外卖，因为感觉这家就是比较干净。当然我也不能保证啊，就是说相对来说，因为在之前点其他家的那个鹅肉饭都觉得他们那个菜没有洗得很干净，这家就感觉还比较好。我感觉在店里吃的话，它这个肉会给的比较好。有时候点外卖的话，它不会都是这种很厚的、很大的片儿。他们家的这个小菜特别好吃，感觉都是自己做的。来嗑黄瓜。这粉红色萝卜是贵州饭店的标配。一开始觉得这颜色很暗黑，后来就习惯了，酸酸的，很开胃。这烧椒酱就很香，又很辣，也是感觉他们自己做的。感觉每一家做的味道都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应该都是自己做的。这个也是贵阳、贵州这边饭店的标配。说实话，我感觉这个真的特别适合减脂吃，有米饭，有碳水。如果不吃这个皮的话，就是特别瘦的优质的蛋白质、蔬菜，还有维生素。然后这个汤特别清淡，如果你不想要上面的油的话，你可以跟老板说这个汤要少油的。来尝一下这个鹅腿吧，看起来挺不错的。看一下这个红锦面，我天呐，感觉巨大。味道刚好，一点都不会咸。我感觉卤的这个火候特别不错，里面还有一点淡淡的粉色，就很嫩，一点都不柴。这卤鹅就是淡淡的卤鹅，微微的咸。更主要的是这个肉本身的香味，肉质非常的紧实。我感觉鹅肉，比如说东北对腊鹅其实没有那么好吃，我觉得是啊，作为一个东北人，因为它那个鹅肉就是有的时候会有点柴，然后会很硬，我都有点嚼不动。但是贵州贵阳这边的鹅肉感觉它就比较嫩吧，就是肯定跟其他特别嫩的那种肉没办法比，但是也相对来说是比较嫩的，不会觉得很硬很柴的那种感觉，我还挺喜欢吃的，有点像广东那边卤鹅的感觉，就是淡淡的卤水味儿。真的太香了，我要跟鹅肉饭世界第一好。
说实话，今天这个肉量真有点给我顶住了。堂食的肉量比外卖多，而且还比外卖便宜，15块钱，应该15吧。是的，是15块钱，这一碗肉还挺多的。我还有一个经常点他们家的原因是，我觉得他们家的米饭比其他家的好一点。作为一个北方人，对米有自己的坚持，菜好吃很重要，米饭好吃也很重要。本来我的标配就是一碗鹅肉饭，然后再配一份鹅肝，那个鹅肝真的也超好吃。但是今天卖没了，我觉得他家鹅肝卖的好快啊，有时候中午就卖没了。所以我如果下次有机会的话，给大家看一下那个鹅肝，真的很好吃。不是说一定是西餐里面的鹅肝才好吃，中餐里面的鹅肝也非常的细腻，而且是那种卤香味儿，特别好吃。我特别喜欢吃肝。最后再来喝点汤溜溜风。OK， 吃完了。我觉得这家总体来说味道真的很不错，非常对我的胃口。我感觉我试了大概有3、4家鹅肉饭吧，我觉得综合下来还是这家味道相对来说比较好，然后也比较干净，价格也比较适中吧。之前吃的有一家鹅肉饭，它那个鹅肝是清煮的，那个也很香。那个鹅肝的话，就里面会是那种沙沙的颗粒状的那种口感，就也很香。这家的其他单家的鹅杂、鹅肝都是卤的，所以它那个鹅肝里面就是会很细腻的那种。有一点酱香的卤味，就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和特点吧，大家可以都尝试一下。给大家就是推荐这些来贵阳，如果你吃不了辣的，吃不了酸的，然后也吃不了那种口味很重很油的话，就可以吃这个鹅肉饭和我上次推荐的那种牛肉粉。然后这个鹅肉饭一般就是都有鹅肉粉，我感觉本地人可能是吃粉比较多吧。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点赞、评论、推荐、关注，一定要关注我哦！关注我还有更多好吃。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